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人生少年》，我们男人都可以聊当兵，终于来到第4集了。我们这第4集非常的厉害，这一集是音乐人当兵，音乐人当兵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老中青三代，我们按照论资论辈来说，我们应该先介绍年轻的。好，我们掌声欢迎黄国文老师。我真的超认真，我防不到你，因为我在想说你要介绍老中青，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等一下，老的还没到。老师，请问你是？请问黄国文老师，您做 YouTube 多久？1年。1年，年轻时代。所以在 YouTube 面前，真的2位才是老中青。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今天那个黄国文老师来，我非常谢谢。就是我怎么说？因为我跟我们导演就是从小听你。那考你一下，我有哪些歌？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快点，声音不错真的吗？来，我要换你。你说我愿意吗？不是，就是我还有什么歌？哇！先考了，你还没唱我愿意，错了。我跟你讲，我没有准备。我跟你讲，问题就来了。没错，黄老师，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太久没听过，现状就是这样子。我在我公司的时候，很兴奋说，这黄国文来吗？然后我们2000年后出生的小朋友，你说黄国文是谁？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没听过那个什么香烟那个香烟那个？没听过啊？没有，你没听过？你听过王菲吧？你说张雪阳湖唱那个专场，唱到观众要求退票，就是因为黄国文。哇，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我必须说，其实像那个我不知道，很正常。像我们这些歌，一代一代的，大家已经慢慢你们都有你的歌，而且你自己也写歌，对不对？啊，对。那你有听过《眼泪》吗？有，你说眼泪也是我的歌啊，有。刚刚我们介绍完那个年轻刚加入这个 YouTube 的行业的黄国文老师，然后我是属于中世代，我们做经营频道目前大概6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要掌声欢迎元老级的人物，订阅200多万黄氏兄弟的维维。Hello， 大家好，老师好，还有单人，我是伟伟。2位很明显是音乐人，那该你屁事？你今天坐在这什么意思？你怎么可以在黄国文老师面前这么说我的？我跟你说，我曾经在念书的时候，我也是国语团的我也是发过唱片的哦。我跟你讲，在 Apple Music 上面现在还找得到我以前写的音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给你唱一段好不好？你唱一段你的歌。真的吗？现在此时此刻，那你可以接受我真实的点评吗？我是一个铁面无私、说话很直接的人。等一下，其实我有准备。所以等一下我要点评，对不对？我们有这个荣幸吗？可以啊。真的吗？可是我点评要加钱，因为不是因为我跟伟伟的音乐曲风啊，完全是2个世界哦。这样了。老师，你猜，按照我的面相，你觉得你应该是属于有点 rock。真的吗？你就看起来你长相比较难走偶像路线。他就完全是一个偶像路线。我猜很多可能频道的观众朋友，因为 TA 不一样，很少人认识黄氏兄弟的伟伟。我要跟老师介绍一下，您可知道伟伟刚刚才开完演唱会回来啊？对，真的还假的？在哪里？我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刚举办完我跟我哥哥黄氏兄弟的演唱会。太强了吧！您知道多少人吗？多少人？北流嘛，对，4000人，4000人，哇，好厉害哦，好厉害！所以你看我们 Q 这一场是不是 Q 得很棒？太棒了。音乐人聊当兵，而且你知道，就算连当兵世代也是3个不同的世代对，现在要硬聊当兵就对了，这个顺序就可以颠倒过来了。我们现在要进到当兵主题嘛，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以当兵主题能够不要离题太多。我怕我们离题太多，全部都在聊音乐、聊吉他，那就完蛋了。要不是今天能够有当兵这个主题，我们哪能请得到黄国文老师？号称演艺圈里面超级爱当兵的男人。而且我们现在当兵也是刚好3个世代哦。对，没错。请问伟伟，您当兵当了多久？我是当4个月的兵，刚好那一个期间，后来又改回1年了。对，我是刚好在原本从2年，然后他们之后换成1年，然后我就是当1年，然后等到我当到快结束的时候，听说要开始变成他们的4个月。那请问黄国文老师颜色大变，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当年的我们是2种，你如果是大专生，就是2年兵，2个月在成功岭，然后毕业之后马上就要当兵，当1年10个月。我有问题，那你的2个月有抵兵役吗？有，当然有抵。有抵兵役。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要先去成功岭，在大专的时候，就是不管你大学大一，可能大一暑假，成功岭2个月，然后被抄，反正就抄2个月就算，然后再当1年10个月，所以总共2年。
我个人比较坎坷。我当初毕业以后，因为我的体格很好，我没有近视，我是甲种体格。甲种体格可以当什么兵？海军陆战队、对，空军、蛙人、宪兵、宪兵、甲等。然后我就觉得说，要当兵就要当屌一点，男子汉。所以我就抽中了宪兵。宪兵哇，你知道宪兵是这样，宪兵就是那种、你在总统府会看到宪兵，对不对？对，宪兵就很威武，宪兵就是专门抓阿兵哥，对对逃兵的。对，宪兵的衣服是不是很帅？很帅，我就觉得当宪兵很帅，然后就快超了2个月，因为宪兵其实那时候比较长，好像受训要3个月，2个半月3个月。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人就不舒服，怎么说？然后其实我隐瞒了我有肾结石啊。你说肾结，但是等等，为什么肾结石不能当宪兵？宪兵是要甲种体格，肾结石对是乙种体格。所以你故意不讲。我不讲，当年其实很多人就是故意想逃兵，对不对？或者找各样的理由，或者诊断书嘛。椎间盘突出。但是我不太一样，我就觉得说，我体格那么好，我没病，肾结石那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后来我被验出来我有肾结石，其实我就当兵这2个月被退训，我就从宪兵中被退训。为什么会被发现？我就反正就是不舒服，然后看军医的时候发现，后来就是我就坦白说，其实我有肾结石。他说你有肾结石没有办法当宪兵，对，我们必须把你退训，所以我就重新入伍，再当了1次陆军。但是你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很坎坷，我就被操了2个月，你知道吗？我是操了半死，而且宪兵的操法是非常严格，很可怕。然后我就出来以后，我重新入伍当阿兵哥，当陆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老鸟，进去一个老太这样子，你会干什么？干什么？伏地挺身就可以做100下。对，伏地挺身预备，我说哼，怕谁？简单呐，我单手做可以吧？所以那时候我已经被操到，我就是老鸟。班长就说：“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臭屁？”我说：“因为我当过宪兵。”哇，你有当过吗？没有当过宪兵，想不到好坎坷。因为我从在看我们以前看电视看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老子是比较属于柔情的那种人。其实不是，我是铁汉，真的铁汉也有柔情，跟我们一样。你知道黄老师跟我一样，也是原本可以不用当，结果真的还假的？我是当到我抽到外岛野战，然后当剩下3个月了，我快退伍了，我也是身体不舒服，去给军医检查，说因为我膝盖很痛，然后军医就照了很多 X 光检查，说，你是扁平足，你知道吗？我说那我想不到，我从小篮球队、田径队，你怎么会想到你是扁平足？他就说他给了我一张单子，就说你回去跟你连长讨论一下，意思是你剩下3个月你可以提前退伍，我可以马上退伍，对。那你怎么选择？当然没有，当晚了。哇哦，天哪！所以我觉得超认真，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生。真的吗？负起责任，当到底。对，我觉得那个至少你当晚你可以讲一辈子。其实说实在，前一阵子不是有逃兵的新闻，特别是演艺圈，对不对？我看了，其实替他们感觉遗憾。当兵当然很苦，其实我们不会说当兵我很快乐，对，当兵我被操了要死。对，然后但是你知道，所有男生最美好的回忆都在那个当兵里面。你知道我第2次当兵入伍以后，因为我那时候遇上我人生最大的 trouble，我被兵变。哇，我也有。你知道男生在当兵的时候被兵变很痛苦，很痛苦，很多人还会兵变，然后逃兵要去找他的女朋友，对不对？好多。那时候我被兵变，你知道我整个人搞木死灰，我什么都不想做了，而且我真的一度我还冲到当兵的厨房，干嘛？我拿起一把菜刀想割腕自杀，真的。哇，这么硬哦！真的这么硬。然后我就拿起菜刀的时候，我当场就笑了出来。那一把菜刀先有够厉害，对下去可能会破3风。那一把菜刀大概有20年没有人用，规个土黄色，我讲奇怪为什么会有一把这种菜刀在阿兵哥的厨房？我拿起来就这样割半天也不会死，顶多破伤风。我觉得那个，因为军中真的是有太多很多，不管是装备还是设备，很多太奇怪，很奇葩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说那时候，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上帝给我一个恩典，然后反正 anyway 就天无绝人之路。是，后来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没有自杀成功，后来我还是很痛苦。我在当兵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两个猜一下，该不会是
什么事？写作吧，不可思议的事情。写作没有什么写不可思议，作算正常，正常跟班长谈恋爱，跟班长谈恋爱。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请问你这个坐在外面这一种那个话外人是干什么？制作人，制作人，不能得罪他，不能得罪他。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因为我得罪制作人，等一下就没有通告费。我跟你讲啊，我在当兵，因为太痛苦，我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是吧？我选择吃加菜，吃素，吃素加上禁欲。哦，你说的禁欲是不考吗？不想女生，对，不看女生，不想任何的事情。哦，你真的是6根清净的禁欲。我那一天突然想吃素了，因为我在想人生解决痛苦的方式就是无欲则刚，对不对？有没有？欲望让我们痛苦嘛，所以我决定说啊不，我来了假菜喝了，是吃素，忘掉凡间的烦恼。然后我就报告班长，我可以吃素吗？他说你是踢笑的，你中午不是才吃很多肉？我说我顿悟啊，顿悟了。晚上就是一个吃素班报道，哇塞，那个吃素班真的每一个人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真的吗？真的好多弟兄围在一起欢迎我说，小弟兄，你要吃素吗？我说报告班长，我很痛苦，我要吃素。他说，那你信佛吗？哇，声音很像上人，好吗？那我就说，报告班长，我不信佛，我姓黄。就说，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对不对？还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吃素，我吃了半年。我跟你讲，我吃到整个体重下降，每天跑步都快昏倒，因为营养不良。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吃素，反正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我的痛苦。结果呢？后来我就慢慢适应，禁欲更痛苦。你知道禁欲是什么？就不要去想女生。当兵你知道吗？我们讲过一句话，男生当兵母猪赛貂蝉，有没有？我们都很寂寞嘛，对不对？大家都会想女生，我就拿一根针就放在口袋。我只要想到女生，想到恋爱，我就刺自己。你那个时候辅导长没有把你约去约谈吗？对啊，我很隐秘，我这样默默的吃素禁欲。我这半年，我觉得我在军中过着出家的生活。我上个月去看泌尿科，医生都跟我说，建议1个礼拜至少要2次，保养你的健康。所以真的有忘记吗？真的有忘记女生吗？就忘记她，摆脱了那段感情的束缚。那时候真的没有2次。我那时候真的半年很认真的吃素禁欲，过了半年的修行僧、苦行僧的生活。那个时候是算是老兵了，还是在中间？新兵哦。我刚刚入伍，我就开始想要解脱自己。所以你知道这半年我一方面吃素禁欲，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太怪了，哪有一个人在军中做修行的事情？是，所以我的班长盯上我，对，他说：“黄国仁，你为什么看起来像一个死人？”是，我说：“因为我在吃素，因为我在修行嘛。”然后我就不理他。是，后来我就开始被霸凌。我在当兵的时候，几个班长半夜把我挖起来，我一看表2、3点起来，我说什么事？把我带到军营比较偏僻的地方，开始彻夜的体罚我。最夸张就是有一个大水沟，他就叫我撑在大水沟这个中间，然后做俯卧撑。如果我撑不住，我就会掉进水沟里面。然后那个班长还说：“你现在跟我认输，我就放过你。”那时候因为我吃素禁欲，但是我又觉得被兵变，我心中其实充满了愤恨。我就说：“班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服从你。”哇！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是夸张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一方面吃素禁欲，可是我一方面其实我心中还是很痛苦嘛。后来你知道那班长每天这样操我，甚至有一次操到全营，我们营长下令之后去找黄国仁，因为我失踪了，全营拿着手电筒吓死逃兵，在树林里面找到我，我那时候被体罚，所以我觉得曾经全营发动去找我，把我救回来。可是没有停止，言语的霸凌，还是身体上的霸凌。然后有一天我就站卫兵嘛，对，我就很生气嘛。班长走过来，我就说：“班长，我跟你讲，你如果下一次再找我麻烦，小心我站卫兵，我把你给毙了。”就拿枪打他这样子。我就这样出言恐吓，然后我的班长当然就说：“你竟然敢说这种话，我要送你军法审判嘛。”
所以我们两个之间就是越演越烈。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信了耶稣嘛。我跟妈救我快要被整死，你一定要救我，你有没有什么关系，有任何的关系把我救出去，我快要被整死了。我妈说我没有任何关系，儿子啊，我为你祷告。就这样日子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然后有一天我就站着阿兵哥，站着卫兵啊，那个班长要走过来，我说天哪，那个讨厌的人又来了，那你就上膛。哦，你真的是很暴力啊！你是超认真还是超暴力？我看我真的想上膛，因为我看他，我已经忍他很久，因为他每天都欺负我。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班长他那时候抱了一大堆文件，啪，一个跌倒，嚯！天哪，千载难逢，是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笑他，对不对？你知道很奇怪哦，我突然就蹲下来帮他把所有的文件捡起来，一张一张。然后我的班长说：“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说：“班长，我在帮你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帮我？”他很紧张。我说：“班长，你看起来需要帮助啊。”我就把他很多文件捡起来。你知道，当我蹲下来那一刻，我心中的恨意完全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还给他。然后那个班长抱着那个文件落荒而逃。然后从那一天，他就没有再霸凌我了。我想问，所以班长是因为希望你吃肉，所以要霸凌你？没有，他就是各种，我就看起来很讨厌。当兵想要霸凌别人有100个理由了，100个理由，真的就是。我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觉得我太不合群了。所以你真的不合群吗？在当兵的出家人应该不太合群。就不能跟别人不一样。对。当兵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什么棒打出头鸟？对，就你不要当出头最尾的，你就中间。而且棒打那些不长眼的，有没有？对，不打懒，不打什么，不打专打不长眼。其实我的确当兵，我那时候因为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我造成班长的困扰，我也理解。后来我自己反省，当然那一刻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你到底做了什么？”是我妈说：“儿子啊。”我没有办法救你出来，我只为你每天祷告，希望你心中有爱，没有恨。所以那一天你知道吗？我就是用爱去拥抱这个班长，没想到他就对我很好。后来我们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瞬间回想当兵，最痛苦的就是兵变跟被班长弄。对啊。那伟伟呢？如果以当4个月浓缩来讲，好，因为这个要讲到我的个性，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算是阴柔的男生，然后其实要当兵对我而言，我当时我的家人是因为我体重其实只差1公斤，我记得我体检的前1个月我就已经快要过瘦。然后我家人那时候就说：“你既然……所以你只要减一下，其实我减一下，脱个水，也许就可以不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反而是因为我学生时期就已经有遭受过可能班上男生的霸凌啊，或是言语上面的都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在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要证明自己，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反正才4个月，好像听起来，因为我是这个制度刚改革之后就马上去当了。”所以呢，我其实是非常前面的梯次，甚至连我是30几梯的那一种。但他们这种很可怕因为他会遇到当1年的人。但我还蛮幸运的，对我的经历还蛮幸运的。当1年的会非常看不爽当4个月。对，我比你早进来，你比我早退伍。然后我就很煎熬的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当兵？一方面是自己想要证明，一方面又觉得说，哇，我要进去一个就是完全军中的社会，然后全部都是男孩子，感觉就是那些人就是全部都是这种会霸凌我的那种长相，对。然后我就很煎熬，但我还是去。所以那时候我家人其实替我非常的担心，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硬着头皮进去。然后我觉得在里面，我觉得最痛苦的应该是要隐藏跟伪装，因为我那时候是还没有出柜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在聊一些什么 AV 女优，还是聊说什么自己的女朋友，就各种这种异性恋的话题的时候，我必须伪装自己是一个异性恋，我必须要硬讲，或者打哈哈，对我不然的话，我觉得被发现是一个特例，可能会蛮麻烦的。对，有可能。我觉得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但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我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3个都坐在一起，为什么？就是我们明明是可以逃兵的，3个明明可以逃兵的人，我们是有正当理由的，但偏要去当兵，要把它当完。我们是不是有被虐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心理压力搞不好比我们那种所谓肉体上面更大的承受。但我觉得当兵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勉强自己，然后克服的那一个过程。因为我用的方式跟国文老师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以前是被学长欺负，被班长欺负，我也是耍狠。我一开始是耍狠，就晚上睡觉凌晨3点拿
哇，真的假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这个比可能在我过分哎，没有，你那个我只是拿枪指着他而已。我拿枪里面有子弹，你们都那么抓嘛？太过分了吧，这两位。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在我们那个可能在外岛的小岛上面，你如果比人家更狠，至少不会被欺负。但是那个时候我等于是有狠过了，然后我就没被欺负了。我还没有用爱的大绝招。真的还假的？你那时候在外岛，对不对？对，小岛离岛的离岛，在外岛那种离岛那种，大家是相依为命。我们进去的大操场上面就写着“同岛一命，十里求生”。哇！我第一次踏上那个岛的时候，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十里求生”是我们这边的 slogan 吗？那你的阶级是什么？我这个可厉害了，厉害了，就是我一开始就是一般的兵嘛，对不对？2人。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下基地。下基地就是你需要有几个班长嘛，然后几个排长嘛，几个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连长就有一天走过来看着我说：“曹文正，从明天开始你就是班长了。”我瞬间突然受命了，因为我们要去受训，我们要去受那个射击。他马上帮你升为士官就对了。对，然后我们就要去我们要补那个士官缺额。对啊，所以军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指派说你就升等这样哦。我那当然应该是那个是特别的，特别啦，因为长官要补那个缺。应该是说，我觉得长官，例如说我连长、营长可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是阿兵哥嘛，因为其实我没有当狱官。那你不是大专？我大专，但我没有去当狱官，就是我觉得当兵比较更苦一点。你是苦休息，你是个苦行僧啊！我到底在干什么？被虐狂。后来我也被选为士官，就跟你一样，好像我没有经过什么受训，因为很多士官要去做士官班嘛。对，士官班其实很苦，但是我是被等于是升等就变成士官，我们就是当班长，商务舱升等。对，然后当班长以后，其实我们就有任务嘛。对，你是参几？我吗？我参1、参2、参3。我是正战。我是正战。为什么那时候都有分啊？我们4个月完全我都没有听不懂这些名词，是不是我们的比较好玩？其实你们也想分，但是那是第5个月才会分。对，如果签下去之后，你北湖啊，对，因为它会让你接一些不同的业务，行政业务。其实我跟你讲，当兵其实是我们当2年哈，其实是很忙的。其实那时候我是参山作战士，其实也就要规划。例如说演习的时候，我就要规划怎么样。例如说要怎么打仗啊，其实我们要沙板兵推，我们要加班。其实我是有办公室的哦。哇，我们是有桌子，有没有？我们有桌子，我有桌子。你以为当兵我们是每天在操场跑来跑去？我们是有桌子，我们是每天在那边加班，然后画图写报告。然后后来有一天，营长突然把我叫过来，他说：“国人。”你会不会做菜？是，我说报告营长一辈子都不会。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接采买？我说什么叫采买？就是帮全营买菜，然后开菜单、煮菜。我说报告营长，我完全一无所知。他说那就是你了。我说为什么？荒唐。他说我们以前的采买每一个人都贪污会 A 钱，对，太懂了。他说我们已经亏了几十万，你只有一个任务，不管菜好不好吃 I don't care， 对，只要不要亏钱，把我守住。我说报告营长，我不会亏钱，因为我是一个正直人，但是我完全不会做菜。对，确定吗？确定。那一天我回去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我要开始开菜单，可不可以寄一些食谱给我？我妈说你要开菜单，太厉害了！来，妈妈寄一些食谱。我妈寄什么食谱？我以为你妈妈会说，我帮你祷告。我妈是先这样说的，不是我妈不是说为我祷告，她是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能够吃得下去嘛。然后你知道我妈寄什么食谱吗？法国料理。哇！怎么有办法在军中煮出法式美式牛排？我说妈，可不可以寄一些阿兵哥可以吃的？跟我妈妈寄一些那种很厉害的意式料理啦、法国菜的那种料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一个食物的冒险。我就每天在想说，什么菜可以配什么菜？是弟兄才是食物的冒险。然后我在想说，法式料理里面有个炸香蕉，哇，炸香蕉！我就那一天开了这香蕉进来，很多人说哇，今天我们吃香蕉，这么多香蕉。然后我就去跟我们的厨房，我们那个厨房都是那个海产店出来的。我说金姐，他说要干嘛？我说拿来炸。他说拿来炸。
其实蛮好吃的，应该会蛮好吃的撒一点吧？芥末粉很好吃，很好吃。对啊，因为法国料理有个炸香蕉，炸得漂亮，那个金黄是很美的。对，这些那种做海产店的完全不会，没听过。他们就拿来香蕉，喝龟狗还弹了哇，炸出来每一坨都跟大便一样。直接散掉了，没有狗面糊了。说的是一条一条的。所以那一天的每个人餐盘上面都有一锅。我想到那个画面了，那个裸的香蕉被炸到咖啡色，而且炸烂掉了。然后你知道我们管菜单人是副营长嘛，他很凶，他就这样，黄国人过来，是什么东西？大便吗？我说副营长这是炸香蕉，他说炸香蕉吃什么炸香蕉？香蕉不直接吃不好吗？为什么要用炸的？我说当兵太无聊，需要有点创意，去罚站。就是你看我每天都在罚站，因为我开的菜，副营长都会问我。有一天炸香蕉完以后，我就想说今天来一个辣的。我4道菜都是辣的，哇塞！你知道吃到，你知道那个阿兵跟到我们几个连长都脱上衣，都说哇塞，黄国人太爽了，好辣！他要吃到汗流浃背，脱上衣。是副营长说：“黄国人过来，你知道我不吃辣吗？哇，什么汤？因为我4道菜都是辣，包括副营长酸辣汤，去罚站。”就是我每天都在罚站，然后所有的阿兵哥就说：“哦，辛苦了，你在罚站，但是好棒哦！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打赌，你明天会不会被罚站？”后来我跟你讲，我很辛苦的做了半年，其实辛苦的是阿兵哥，是，就大家都辛苦了，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大家都觉得说，突然今天吃什么，成为一种很大的期盼，到底会吃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所以半年之后，两位，我省了几10万哇！我们转亏为盈。那这样伟伟，你那时候在军中吃的好吗？因为不是很多人都说就有点可怕。4个月吃的跟2年吃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吃很像营养午餐的概念，好像也没有到那种，所以没有炸香蕉，没有炸香蕉。我一直到比较可怕的应该是那种水煮热狗。水煮热狗还好吧？伟伟可能。水煮热狗是我的里面最普通的菜，可是我要讲它的那个水煮热狗是膨胀的啊，就是它已经泡太久了，然后它已经爆肠了，它已经膨胀出来了，然后很像吃起来像烂的这样。你们2位当兵有没有吃过在当兵吃过春卷？有没有？我跟你讲哦，我有哦，有哦。我当兵那个奇葩，他是一个大饭店的主厨，我刚好跟他同梯。那很幸运啊，那很 lucky 啊，他超会煮。你那个法式料理，如果当时寄到我们脸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没有遇到厨师，我那时候做春卷跟那个润饼，那个来不及弄，皮就放一边，然后料就放一边，然后阿兵哥也不知道怎么吃，然后就皮单吃，然后吃料。我说你们要包起来吃，他说没糊啊啦。所以其实当兵就是这样，真的是好好玩。后来你知道我当了半年我就被骂得很惨，我每天都罚站嘛，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说报告营长。我可不可以申请我不要再当了？他说大家都喜欢你，再当半年。我有一个跟龚老师很像，因为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接营站，接福利社。哇，福利社！天哪，这是最凉的。一样，但一样贪污空洞。然后之后我们连长也是把我叫过去，就说你会不会管福利社？然后因为当时他知道我要练吉他。他说不然你去福利社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弹吉他，然后就帮他管账，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面涨价，我们中间赚那个差价。然后另外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讲说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那个主厨嘛，因为你知道离岛兵放假一放都放很久，都是放那个2-3个礼拜，因为你们要累积，那2-3个礼拜那个根本就变地狱厨房，你知道吗？因为平常吃太好，突然那个主厨走的时候，全部的人不会做菜了。留守的人要吃什么？对，然后留守人吃什么？我跟你讲，我的聪明睿智啊，我就从台湾寄了非常多的泡面过来。泡面，泡面台湾卖25块，我在那边卖50块。运费，对。你真的是一个生意人哎。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阿公非常喜欢喝茶，我就跟我阿公说：“你认识那个茶农啊？有一些那个 degia， 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茶叶跟茶汁有没有？你帮我寄到那个小岛来，然后我煮茶叶蛋。”好酷哦！卖茶叶蛋。就靠这个东西，所以后来你就让这个福利社转亏为盈，我跟你讲，对不对？ 3个月转亏为盈。来，
所以1年兵的那个，我觉得好像大家要做的事情真的会比较更深入。但是我跟你讲对，问题来咯，转亏为盈之后，后来你要不要继续保持原价钱呢？你如果要把价钱调降，那是不是表示之前有问题？价钱不调降，那你是不是突然多出了那些利润？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我们可能不能在上面讲。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当兵是这样，当兵就是那时候被交代任务，有时候就是完成任务。其实那时候就开始训练，进到社会的预备工作。其实你知道，有一天我们班上我的连长找我，我们营长他说：“国人，我们当兵很多人他们没有读书，就是比较学历不是那么高。”他说：“你要不要军中来弄一个学院，好不好？”我说：“啊，学院营长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来教他们四书五经，好不好？”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孔子、孟子、大学、中庸。”我说：“你确定要在军中教这个吗？”他说：“要不试试看。”后来我就找了一群大专兵，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我们就开始分工。比如说我教孔子，你教孟子，然后有一天我就上去了，然后在下面说：“给人前面冲来啦！”我说：“我们来上孔子。”然后你知道我下面碎一片，因为我讲到那一天正好讲到孔子那边宰予昼寝，是，然后孔子就说朽木不可雕也，有没有看过《论语》嘛？我正好讲到那一篇，下面就碎一片。然后我说宰我昼寝，然后那个他们就醒来说：“啊，你要宰我？”然后我就说：“就是在讲你宰我昼寝。”朽木不可雕也，他们说因为他们听不懂，但是很好玩，就慢慢的就是开始跟他们上课，然后你知道有些那种他们就开始学哦，也很好玩，就在当兵的时候，你也可以互相交流。那我问题，但那个时候他们听完孔子之后，他要写大兵日记嘛？就是你们那个时候还是要写那个？有要写。那个时候也叫大兵日记，还是叫？不太记得，我记得是不是有叫另外一个名词？但是伟伟我们是大兵日记，你们是叫大兵日记。对，我们那时候每一个礼拜好像都要写大兵。礼拜三，我们礼拜三下午会有一个什么举光原地，举光原地就是看电视，然后对，看一些卫教的东西。然后唱歌什么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要写大兵日记，然后并且交上去。我们甚至还会有那种要贴自己家人或者什么出游的照片，每一期都不太一样。如果你有放假的话，你就是要洗一张照片出来，是真实洗一张照片出来，贴在上面给就是辅导长看。你说我在人间的照片？对，你放假的时候你要洗一张照片，然后写故事给辅导长看。你们是在写大兵日记，还是在写部落格？很像在写部落格，其实有点像其实有点像，而且甚至还有一次的我印象蛮深刻，因为那一次是我申请成功，是他问说，请问你们有没有对军中不满意的地方想要写福利的？那好多。对，然后呢，我的就成功了，因为我是蛮多人那个当兵的时候下课，如果是室外操课，他们的兴趣就是去抽烟。对，然后像我这种不抽烟的人，我可能就是打电话对我而言就是唯一的救赎，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家人，给我个朋友这样子。然后所以室外操课就没有那个公共电话亭，所以我就写了一项福利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带智慧型手机，但是要锁在那个什么手机柜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带智障型手机。对，我希望我们可以随身携带这个智障型手机，在下课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使用。对，然后这个就过了。哇，你算是有推翻成功，对，革命成功的人。然后后来好像就都可以带那种就是一般的手机。我一开始是进去推动了兵役改革，是不是？他们就说你有智慧型了，你不能忍到那个时候再用手机吗？对，因为当时是我们要有接政战业务的人才能身上有手机啊。对，那时候后来就是人人都可以带小支的那一种。但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什么网内互打免费的一些电信。对，我可不可以稍微跟你们分享？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要打公共电话吧？那你们就排队打公共电话要啊，我们要排队。我在成功岭的时候是排队打公共电话，但我觉得感觉很特别。我现在到现在印象都排队打公共电话是我多么悲惨的回忆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被兵变吗？我被兵变的时候下部队不是要坐火车，要去阿兵哥，就是要到部队报到，从新兵中心要坐火车去报到。我那一天第一个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当年那个兵变的女友，我就打起电话说，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我那一天因为我们有个那个探望日嘛，对，他答应要来看我，
那是我们最后一个休假日，隔天我们就要分发部队。我等了8个小时，他都没来。哇！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就哭了。他说我决定要离开你。哇！那我就崩溃。我说你怎么在我现在就跟我讲？那我就哭了。他说对不起你，但是我很抱歉。他说请你原谅我。我说那我就哭，然后稀里哗啦。你知道我在那边哭，你知道吗？哭的死去活来，对，生死离别。对，后面排了20几个。那后面有人帮你投钱吗？然后有个人说：“少年呢，我知道你真艰苦，但是恁爸要打电话，你较紧。”我就马上把电话挂掉，我就带着这样的痛苦就下部队。所以真的要打公共电话。对，但现在啊，想必到现在大家已经听得意犹未尽。但是因为我们曾经上当兵特辑的时候，发现时间太长，它会影响到我们频道的演算法，所以很抱歉，我们必须把它分成2集。请记得订阅我们频道，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就会上音乐人聊当兵下集。感谢大家的收看，下礼拜见，拜拜。